唐劲松这家伙，绝对是个优秀的儿科医生。不过呢，他性格孤僻，除了擅长和孩子们打交道以外呢，连基本的社交的技能都没有，经常得罪同事，得罪上司。不过，这不是我们辞退他的真正原因。真正原因是，他的精神出了问题。精神出了问题？是的。也不知道从哪天起啊，他就不再按时就诊，整天神神秘秘的，在那个小本子上写写画画，还经常的歇斯底里。啊？有什么委屈啊？什么委屈啊？张先生、张太太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小伙子，你认识他们呀？是啊。他们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？这位太太，谢谢你们，我送他们回去。老张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。小心啊！谢谢你啊，太太。老张，你再也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同情了。在如今这个冷漠的社会里，人们已经把善良、热情、道义统统都抛掉了。现在你只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，这才是正道。老张，下定决心了吗？上周不，上上周，议长赵迅的夫人带着儿子到广慈儿科来看病，他不是主治医生啊，可是趁机强行的接近赵夫人，结果呢，被赵家的保镖打了一顿。你说，这样的人能让他当医生吗？那你有他的照片和地址吗？单独行动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又掉人又掉枪的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老大，这个唐劲松脑子绝对是有问题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迫害妄想症。他在离开之前，似乎清空了所有的资料和笔记。是。你们会在客厅放一个大衣柜吗？会啊。把衣橱放在这儿，我倒觉得有点不当不成的。不是，我就随便一说。不过这个衣橱放在这儿确实有点碍眼。这明显是特意搬过来的，挡住墙上面的东西。来2个人，把这个搬开。是。来，1、2、3，走。这个唐劲松对赵迅可真是用心良苦。看来还真是这孙子策划了这起绑架案。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关键，找到他，很多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。唐劲松一个小小的儿科医生，怎么会和赵迅结下梁子？老马，马上去图书馆查一下，把这张简报的完整版拿给我。啊，老大，这我得翻到猴年马月去。啊，行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，又是翻报纸的破差事啊！这差事也想玩命。赵迅，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，我都不管。你跟寇珠的事情，我也会原谅你的。
我求求你，把洋洋给我找回来，要不然我会恨你一辈子。德城所有的晚报、日报、大报、小报，半年的全在这儿了。能登赵迅照片的，应该不是什么八卦小报了。万幸的是啊，咱们不用读报，只看图片就行了。薇薇啊，你不用陪我了。那可不行，张赫虽然很混蛋，但毕竟也是我们报社的记者，捅了那么大一个篓子，我们都有责任的。你傻笑什么呀？啊，我发现啊，虽然你是一个大小姐，不过很热心，很可爱，有责任感，有原则。嘴巴怎么突然变得那么甜了？你也觉得我有进步啊？快查了。哦。鬼日子什么时候折头？告诉你，等这事儿一完，我非把那个死孩子给掐死不可，把臭奶妈给大卸八块。这个死法太没创意了。哟，那你倒是说说。想听吗？嗯哼。等这事儿要是真的完了呀，咱们可以把那个臭奶妈用浸了水的棉纸往她脸上糊，一层一层一层，就这么糊，然后我们可以打赌，糊到第几层，把她逼死。不过，真得问问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结束。我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你能解决了？上次吩咐过了，没什么事，不要过多打电话。上次你私自绑架奶妈，行踪已经暴露，德城的警察都在找你，还不小心呢？不就是为了那个小兔崽子吗？啊！我这不是在想办法，我要把它转移出去，最好能转移到乡下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会请示的。回去吧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段时间别再出什么乱子，我会请示的。回去吧。刘董，您的意思呢？我觉得阿洛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。转移反而会暴露目标，留在原地才是最安全的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稍安勿躁，赵迅撑不了多久。
议长，今天这么早啊？好，给我拿杯咖啡来。好。议长，你的咖啡。哦，对了，你把073号合同的草案给我拿过来。是。合同。唐劲松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高达每100毫升500毫克，超过了致死标准。他的死亡时间是3天前。死亡原因是醉酒后失足落水导致的死亡。唐劲松有酗酒的毛病吗？本来没有，可院长说，在被解雇之前，他已经经常借酒浇愁了。现在这条线索就莫名其妙的断掉了。根据唐劲松家里的情况显示，他是一个有条理、偏执、理性的人，跟你有点像。像这样的一个人是很难成为酗酒狂，所以我怀疑他并不是死于意外。杰瑞，再查得仔细一点。你们过来看一下，这有一个静脉注射后的伤口。罪犯就是用这种方式给唐劲松注射了大量酒精，致其昏迷后将其投入江中溺死，企图制造唐劲松死于意外的假象。看来，唐劲松的反常举动是有原因的，绝不是迫害妄想。探长，这是在唐劲松的衣服口袋里找到的。哦，在江水里浸泡的时间太长了，都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迹。我有办法。蓝黑墨水当中除了有鞣酸铁，还有少量甘油。只要将甘油显影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字迹。26496V，26496，这么熟悉，是 Vivian 办公室电话。对不起，不想逛街，不想看电影，不想喝咖啡。搞什么？哥，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是其他。你以前和唐劲松接触过？唐劲松是个儿科医生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大概3、4天前吧，我接到一个奇奇怪怪的电话，对方语气神神秘秘的，又不肯说姓名，还说有什么重大新闻要透露给我，说他是个医生，约我第2天单独见面面谈。你答应了？当然了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有着强烈的新闻嗅觉，已经。说重点。我那天赶着发稿，约了他第2天见面，结果第2天我去了呀，他人又没到，我还生气我被骗了。你不是被骗了。唐劲松第2天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但是在当晚他被杀害了。凶手的目的就是想让他彻底闭嘴。唐劲松到底知道些什么呢？那你说，他会不会是因为狸猫案件所害？都已经108遍了，不要再问了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这个人的背影，我一定见过。跟我们不止一次的碰到一块儿，看来是同道中人。我们又来晚了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你看这个，咖啡豆，有什么稀奇的吗？刚刚我在房间里查看了一圈，这个房间里没有咖啡机，也没有研磨机，这个人根本就不喝咖啡。所以说，有一瓶咖啡是很奇怪的，来得太巧。前面的人已经帮我们去粗取精了。那，你最擅长这个。这些字符乱七八糟的，好像没什么规律可循啊。你说这唐劲松是不是神志不清，乱写鬼画符啊？如果是乱写的话，就不会藏得这么隐蔽。这里面一定是有线索，只是我们还没有想到。大家看这些数字 ，R96-11，R394.4-3。这些数字特别像是图书馆分类法中采用的符号。R 呢是类别符号，大括号是交替类目符号。对不起，大家等我一下。有什么发现没有？有了，在这里。R96代表的是药理学，R396.4代表的是免疫遗传学。所以这个本子里记载的应该是药理学和免疫遗传学有关的东西。不错。还有大家一定要注意到，这个 RX 重复的出现，反复的使用。我想 RX 应该是一个主语，或者它代表了某个机构、某个人，或是某个组织。视察瑞星药业公司高新实验室，你快看快看，快看快看！啊，领导视察工作嘛，人很普通嘛。你这个笨蛋，看图片看图片！这是那半张照片啊！怎么样？我能干吧？那是。我明白了，快回地面！等等我！这张照片也没什么特别之处。你再仔细看看。哎呀，薇薇啊，你快说吧。你看这里啊，实验室后面那个笼子里面关的是什么？是小 M。哎，就是那只狸猫，花纹一模一样。小 M 怎么会在瑞星药业的实验室里？唐劲松笔记本上记载的 RX， 就是瑞星药业的意思。难道唐劲松是因为在调查瑞星的某种药剂，才招来杀身之祸的？谢瑞，嗨，谢瑞，小 M 的尸检报告有结果了。真的啊？我看。等我一下。公孙探长，小 M 尸检报告出来了，你快点过来一下。原来是这样啊。
哎，公孙探长，这是小 M 的脑组织病理培养报告。南丰检测到了大量的风行性乙型脑炎病毒，简称乙脑。这种病毒经由蚊虫传播到人体，会导致发热、呕吐，严重的时候会爆发脑水肿、呼吸衰竭，甚至死亡。而且我发现这只小狸猫曾受过多次感染。为什么呀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小 M 生前是药理实验室的一只实验动物。就是说它是瑞星药业饲养的实验动物。而且是专门接受乙脑疫苗实验的。南风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跑多少弯路呢。是吗？谢谢啊。那晚上请你吃饭吧。行，那我下班来接你。好的，老地方见，拜。老地方是哪儿啊？我知道吗？要不一起去吧？目前这起案子跟瑞星药业扯上了关系，而瑞星药业的老板刘丽华跟他们包夹，感情甚笃，所以。喂，你还好吧？我去看一下。唐劲松在调查瑞星药业，赵迅在视察瑞星药业，小狸猫又是瑞星药业的实验动物。还有啊，赵迅曾在案发后打电话到。打电话到哪？哦，我加热的导线已经到时间了，我得走。总之，唐劲松被杀一案和狸猫换子案，都与瑞星药业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探长，依我看，先带人把瑞星药厂给搜了再说。包大哥，你开个搜查令，我立刻带人去。不要太鲁莽嘛。这个搜查令呢，我现在是不能开的，因为即使最无能的律师都会拿这件事情攻击我们警方，说我们警方拿着鸡毛当令箭。我们现在有什么呢？一只小狸猫，还有一个疯子在墙上贴的照片和一个乱七八糟的天书，这些都能说明什么呢？那怎么办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搜集足够的证据，明白吗？我希望这句话真的发自你内心。我觉得包大哥很奇怪。包正与瑞星药业董事长刘丽华关系密切，没那么容易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那他该不会徇私吧？能不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，就靠我们努力了。来，刘总，你知道吗？这看房子要多看几处，它的位置啊，还有它的户型、采光都是很重要的。这房间好漂亮啊！我进里面看一下。哎呀，刘总，这房子你还满意吧？就这间了。好，你把合同拿出来。我们公司付3押1，中介费是1个月的租金。既然是刘总的朋友，我们给打85折。哎，丽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准备钱了。你别动。那这个是1年的租金，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哎呀，丽华，这怎么行啊？这怎么不行啊？小姐，你看难得你喜欢这栋房子，一会儿呢，我就找人把电器啊、家具啊都买来，然后布置好。我就只能帮你这么点小忙了，一点点心意，你不要拒绝。丽华，
你对我太好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。我欠你的一辈子我都还不了。好姐妹千万不要说这个话，知道吗？我才不相信包大哥是这样的人呢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刘丽华跟他们家交情不太一样。来，喝点汽水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包大哥。哎呀，儿子，来啦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放下技术，过来。干嘛？过来嘛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不是您干嘛你？听妈说，听妈说，我们搬家了。搬什么家？哎呀，刘阿姨呀，帮我们找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，南北通透，离你上班的地方又近。哎呀，还交了房子。您先听我的嘛，别搬家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刘阿姨交了1年租金啊！这么大的事情，您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这么小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跟你商量？怎么了？还有啊，赵迅曾在案发后打电话到。打电话到哪儿？我加热的导线已经到时间了，我得走了。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，你还有什么好问的？一个问题：赵迅和瑞鑫药业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？是不知道啊，还是不想说？不说话就代表你默认。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，一般人都急于撇清自己的关系。公孙探长，你就别套我的话。我现在很想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把我放出去？据我所知，我姐夫已经不打算起诉我了。他不起诉，我们可以对你提起诉讼。起诉什么？绑架吗？我绑架谁了我？当然不是绑架。上个月，赵议长募集的竞选资金，怎么会有50万进入你的个人账户？贪污公款，中饱私囊，这一项罪名就够关你个3年2载的。不要！我说，很好。你现在的诚意，对你之后的量刑会有很大影响。我记得我姐以前说过一句：“瑞鑫药业是3年前赵迅竞选议长的时候幕后最大的赞助商。”接着说。我猜啊，他们双方肯定有幕后交易。不过这也是商界和政界的老把戏了。只不过当初我还不是我姐夫的秘书，所以也不知道具体情况。瑞鑫药业曾经在3年前资助赵迅竞选议长，他是最大的幕后赞助商。所以呢，关系很大，他们之间很可能存在内幕交易。每个政治家在竞选的时候都会有资金的来源，因为那些企业相信这些政治家的理念，自愿的付出合法合理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难道就是因为瑞鑫药业是赵迅的资助人，而赵迅本人又跟刘丽华交好，我们就说唐劲松的死跟刘丽华有关系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逻辑吗？你曾经的长项是能将任何无关的线索理顺出逻辑，当然，这个本领只在瑞鑫药业出现之前存在。有话好好说嘛，怎么吵起来了呢？看来，期望你大义灭亲是不可能了。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瑞鑫药业有违法的行为，即便是有，西方的法律也早就已经规定，
不会惩罚亲人之间相互包养的行为。真让我失望。局外人总是显现的大义凛然，局内人总是有被谴责的理由。肯定出事了。老婆，啊，给我来杯烈的。是吧？心情不好啊？是工作还是感情啊？工作。看来我还是给你来杯清凉败火茶吧。再来一杯。喝酒伤身呐。再来一杯。喂，你还喝？干什么？一起喝酒啊！不喝就都出去。老布，可以。好嘞。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哎呀，今天的特饮啊，有名字喽，叫沉默是金。不行，我受不了你先说。我想知道你的态度。如果瑞鑫药业跟此事有关，你会怎么做？刚性的法律和柔性的人伦从来都是缺一不可的。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，我能够做到的，就是不辱没自己的职位。包大哥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这不是你们合作的第一个案子了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所以，考验你们彼此信任的时刻到了。根据目前的线索，虽然可以推断唐劲松是在调查瑞鑫药业某种免疫类药品，但是瑞鑫每年生产的药品有上百种，我们根本无法确定他调查的具体是哪种产品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瑞鑫与洋洋绑架案有联系，那么瑞鑫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？而且，瑞鑫既然是赵迅的幕后资助者，那么他们的幕后交易又是什么？在这个事情当中，除了唐劲松之外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，就是赵迅。对，唐劲松虽然已经死无对证了，可是还有赵迅呢。根据赵迅在本案中的异常态度，以及他与瑞鑫的特殊关系，我怀疑他一直在隐瞒。那么还是从赵迅身上打开突破口。几乎没有可能。案发以来，赵迅的态度一直不合作，根本无法从他嘴里得到任何线索。不合作就更说明他有问题。赵迅和刘阿姨和刘丽华之间应该是相互依存的，但是现在却是亦敌亦友。
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洞察的关系。如果这种关系的实质能够暴露出来的话，那么一切就都明了。这也是赵旭最避讳的。他们关系当中薄弱的环节，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。 喂，我是瑞鑫的人，老板现在要见你。混账！你们不要欺人太甚。如果还想见到你儿子，最好按我说的去做。 别动，站在那儿说话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我想见你们老板。他人呢？他现在没空。你知道吗？我要见刘丽华，我随时可以去瑞鑫见他。我只是不想把事情搞大。我劝你们，赶紧把我孩子放了。 把事情办好以后，自然会见到你的孩子。那就是说，只要我在这个合同上签字，你们就会把孩子放了，是不是？那要看你签的是什么合同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他叫我来的。赵议长，现在该如实相告了吧？喝点酒吗？提提神。好。 我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们，但是你们绝对不能录音，也不能作为呈堂供词，更不能对外界泄露。
否则我一个字都不说。你们保证？我们保证。事情是始于3年前，我正在德城竞选议长。哎，怎么样？要是下一笔资金再不到位，我们的一切竞选活动都将停滞，对方可就稳赢了。赵先生，有位女士想见你。说我不在。好的。哎呀，陆同学，多年不见了，脾气还是这么的大。